哎，兄弟，看着我点，别把我撞坏了。没人理他。魏无羡恼了，嘿，跟你说话都不理人，什么玩意儿？我还就不躲了。他立在原地，不闪不躲，他看谁敢撞。然后神奇的一幕出现了，魏无羡眼睁睁看着他们从自己的身体上毫无阻碍，直愣愣地走了过去。魏无羡惊呆了，这什么情况？刚才突然出现的那条狗也已经不知所踪了。魏无羡这才反应过来，看看周围环境，这哪儿怎么这么眼熟？刚才那明明就是蓝湛，为什么装没看见我？还有，我不是在静室睡觉吗？怎么跑这了？没人能回答他。带着这些疑问，魏无羡向最热闹的地方走去。突然耳边响起了一道熟悉的声音，凝神看去，他看到了江澄和自己。听他二人的谈话，看着即将走远的蓝忘机，魏无羡脑海中突然闪过一些什么。入场、抛花、蒙眼、射箭啊！这是射日之争结束后不久，兰陵金市举办的百凤山围猎啊！可为什么我会出现在这？又是香炉吗？香炉还能带人回到过去？也不是，现在谁都看不到我，我也碰不到任何人。很显然，此刻的自己没有实体，只是一个魂魄或是幻影。此刻场上正是云梦江氏的齐阵入场。魏无羡的幻影站在一旁，看着马上神采飞扬的自己，正冲着高处的某个方向挥手。魏无羡顺着看过去，待看到观猎台上的那个人时，他浑身一震。台上那人紫衣翩翩，笑容灿烂，冲他和江澄致了2朵花。魏无羡眼眶微微发红，胸腔处突然涌起一股酸涩的感觉，那是他的师姐啊！他愣着，口中喃喃道：“师姐。”一声略带颤抖的低喃，直击外面蓝忘机与江燕离的心底。江燕离下意识伸出手：“阿羡。”接着魏无羡又不禁想到，香炉竟然还有这等妙用啊！不只能当情趣用品，还能见到想见的人。那也好，出去以后就先不收起来了，有机会见见他们也好。魏无羡一抹脸，打起精神，津津有味地看这场比赛。身旁传来自己渐渐的骚扰蓝忘机的声音，而蓝忘机依旧是冷若冰霜的样子。魏无羡看了惊奇，蓝湛这小子，这些年净看他的热情似火了，突然回到这么多年前，看他冷冰冰的样子，还真是怀念啊。百凤山上比赛开始，各家入场争夺猎物。魏无羡看着江澄入场，又看着自己，蒙着眼睛摇头晃脑，悠哉地攀上了一棵树，脑中一亮，心知一会儿会发生什么。他立刻凑近些，等着好戏上演。果然，蓝忘机出现了，向着这边缓缓走近。当蓝忘机把自己重重推到树上那一刻，魏无羡在一边双眼放光，口中喝道：“好！”随着那边两人的进一步动作，魏无羡在一旁俨然比当事人要兴奋得多。他边看边喝彩：“好，蓝湛，使劲推他！对，擒住他，别让他动，注意他的左手，按住他。好，亲上了吧？继续啊！你看你抖什么？我告诉你，对付我你就得用强的。”结界中这些淫言浪语灌了众人满耳。知道了。魏无羡，你他妈有病吧？阿羡太豪放了，非礼勿视，非礼勿听。蓝曦臣抱着晕过去的叔父：“魏公子，你可口下留情吧？”聂明觉目瞪口呆，聂怀桑拿扇子疯狂扇着，金光瑶想笑又不好意思笑，金子轩一脸无语，江丰眠笑着摇头，于夫人闭眼扶额。温情翻了个白眼，温宁只能低着头假装没看到。里面的魏无羡根本就不知道自己的所作所为能被那么多人窥知，他以为现在就他们3人，而那俩人还看不到自己的存在，所以他就一瞬间放飞自我了，不然他一定不会这样，一定不会。一吻结束，魏无羡就眼睁睁看着自己胸口上别着的花被蓝忘机顺走了。魏无羡哭笑不得，喃喃自语道：“好你个蓝湛，拿走绵绵送我的香囊不算，现在还顺走了师姐送我的花。”模样不一，一虚一实的2个魏无羡顺着树林向前走去，恰巧看见前方的蓝忘机在砸树，实的魏无羡不明所以，而虚幻的魏无羡则是捧腹大笑：“来人，把这个神经病给我拖走！”魏无羡摸着下巴，听身边的2人闲聊几句：“我还用问吗？我自然是身经百战啊！”虚幻的魏无羡瞬间就喷了，在一旁止不住的大笑，看着旁边蓝忘机的脸色愈来愈冷，他忍不住靠近他，
想说两句浪话逗逗他。可他一时得意忘形，忘了自己只是个虚影。他把自身重量全部倚靠在蓝忘机身上，意料之中的虚幻的身影穿过他。魏无羡一个没收住力，哎了一声，向侧方踉跄了几步，才稳住身形。他摸着下巴，玩味道：“真是岂有此理，想逗逗二哥哥都不行。”这时二人近声，听了片刻动静，便匿身于身后的草丛。虚幻的魏无羡刚想跟着钻进去，转念一想，反正也没人看见他，干脆大大方方的。是以他倚靠在一棵树旁，静静地凝望着传来动静的方向。只见一白一紫的两个身影一前一后从远处走来。师姐，金子轩。魏无羡脑中闪过几个片段。哦，原来是这一次。突然，虚幻的魏无羡像是察觉到了什么，他直起身子，警惕地看向四周。周围已经不是百凤山的风景，取而代之的则是深夜里三三两两升起的篝火和搭起的营帐。魏无羡不明所以，他在四周转转，忽然听到某一个营帐旁传来一个人的呵斥声和几声细细的辩解声。魏无羡前去查看，没想到映入眼帘的竟然是自己的师姐和金子轩。江燕离委委屈屈的辩解，金子轩满心嫌恶的呵斥，魏无羡是越看越不爽。这时候师姐突然放声大哭，吓了魏无羡一跳。虽说是上一世的事了，但看到师姐的好意就这么被人糟蹋，他是怎么也忍不下去，当即撸起了袖子，口中恨声道：“金子轩，又他妈是你！”说着就要欺身上去打一场，可还没出手，突然从身后掠过一个人影过来，定睛一看，竟然是当时的自己回来了。虚幻的魏无羡收了架势，不禁自责道：“哎呀呀，冲动了，一时间忘了自己碰不到你们了，真是可惜。要不然我不介意和年轻时候的自己一起合力给你来个混合双打。”噗！金陵不禁问向父亲：“可可，阿爹，你年轻的时候这么招人恨呐？”金子轩道：“你怎么不说是魏无羡招人恨？”江澄在一旁不吐不快：“别怀疑，招人恨的就是你。”接着又补充道：“要不是顾忌身份，我当时就想跟魏无羡一块揍你。”金子轩又扭头面对金陵：“行，你爹招人恨。”一旁的江丰眠夫妇与江燕离不禁莞尔。画面一转，场景又回到了百凤山中。魏无羡找到先前倚靠的树，又以之前的姿势倚上去了。金子轩带着江燕离边聊天边走到了魏无羡所在的树旁。魏无羡翻着白眼，听着金子轩没话找话，从话语中不自觉流露出的那股骄矜自傲的劲儿，听得魏无羡浑身不痛快。看来对某人的厌恶，从前世到今生一点都没有褪色。魏无羡心中忽然涌起一个念头，反正谁也看不见我，不如揍他一下试试。说干就干，他抡起一脚，毫不犹豫地踹向了金子轩的脸。意料之中的，魏无羡的身子从实体中穿透过去，根本就碰不到。可魏无羡好像玩上瘾了，又是一拳打向金子轩的脸，又一拳，再一拳，口中还喃喃道：“你个花孔雀，我师姐能看上你，你认便宜吧你！”魏无羡一拳一拳打过去，没有任何触感，拳头抡得虎虎生风，拳拳砸在空气中，乐此不疲。结界内，金子轩虽然没有任何感觉，但看魏无羡砸自己砸得这么开心，他就特别不开心。他对金陵道：“儿子，我跟你说，魏无羡就是个神经病，一个护解狂魔，一个吃饱撑的。”画面中，这边虚幻的魏无羡还没打够，那边躲在草丛里的魏无羡却直接窜出来，给了金子轩结结实实的一掌。虚幻的魏无羡收手，看着眼前剑拔弩张的这一幕，心底不禁回想，好像我跟金孔雀见面不打架的时候少。魏无羡继续靠在树边，看着乱糟糟的现场。我即便是不用剑，单凭你们口中的邪魔歪道，也能一骑绝尘，让你们全都望尘莫及。魏无羡听着年轻时候的自己口出狂言，直摇头：“年轻，当时真是年轻，太不知天高地厚了。”气氛陡然紧张起来，眼看就要引起战火。这时，江燕离突然出声，压制住了即将爆发的魏无羡。要说魏无羡前世有谁能够制住他的，也就是他师姐江燕离了。师姐弟二人正准备离开的时候，金夫人拉着江燕离不让他走，拉拉扯扯间，金子轩突然冲过来：“不是的，江姑娘，不是我母亲，不是她的意思，不勉强，我一点都不勉强，是我自己想要你来的。”
魏无羡就这么面无表情地看着满脸通红的金子轩，随后憋不住了，噗的一声，再也止不住地大笑起来。哈哈，看金子轩那个傻样。随后想起自己表白的经历，他啧啧念道：真是，金子轩这厮功力太浅，本老祖当初跟蓝湛表白的时候，那都是把别人说的脸红，同样是当众表白，怎么本老祖就能如此优秀？他由自在一边沾沾自喜，画面外的精灵直接无语凝噎。能跟你比吗？你是谁都能比的吗？